跟老公回家探亲，70多岁的公公却闹着要再娶老伴。他想娶的阿姨腿脚不方便，老伴也刚去世。可过分的是，那个阿姨竟然要18.8万的彩礼，还指明了婚后要我伺候她，给她当牛做马。老公和小姑子坚决不同意，我却瞧出了不对劲，一问到底才知道，原来老爷子和这个阿姨竟然还有段往事。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要你们这些儿女有什么用？我的晚年幸福你们都想阻拦，你们就那么不想我好吗？此刻是大年30的晚上，我们一家人都围在一起吃年夜饭。昨天上午我就跟老公带着孩子从外地赶了回来，去年回的我家过年，今年就轮到去他家过年了。小姑子一家子也在，一家人热热闹闹的。但是我们吃着吃着，70多岁的公公突然告诉我们他要再婚了。起初我们还当他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呢，但是没想到老爷子竟然是认真的。我老公就说了句不同意，就惹怒了老爷子，直接就把一桌子饭菜都掀翻了。这还不要紧，还瞪着眼睛大骂我们不孝顺。我告诉你们呢，我是你们的爹，我的事还轮不到你们来做主。你们今天都回来了，我也只是通知你们一声，并不是在跟你们商量。这个婚我是必须要再结的，你们谁都别想拦我，谁拦我我就跟谁急。老爷子梗着脖子，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我拽了拽老公的衣袖，示意他不要生气。老爷子应该是孤单太久了，毕竟婆婆都走了有近10年了。老爷子想晚年找个老伴也是可以理解的。老公，爹想找个老伴，咱先看看，如果合适就让爹再娶是的。老爷子辛苦了大半辈子也不容易，晚年能找个合适的老伴也是件好事。就是你们还没有儿媳妇懂事，我这么大年纪了，找个老伴容易吗？你们一个个的倒是都有人陪着，等我老了走不动路了，你们哪个能给我端屎送尿的呀？还不得靠我的老伴呢。这么一说，我们确实是有点同情老爷子的。老公的态度也明显的缓和了一些。那行，你要再找老伴的事也不是不行，但是就不搞那么麻烦了，就简单的办个婚礼，弄几桌喜酒，咱们两家人一起热闹一下就行了。老公也做出了让步，我见公公也明显缓和了些。婚礼可以简单点，但是给艳梅的彩礼可不能马虎的。爸，你们都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就是找个老伴，还要什么彩礼呀？阿姨那边应该也都有孙子了吧？你们有点钱够，你们自己花的就行了。彩礼这是可有可无的，给阿姨个1万1的彩礼，意思一下就行了。谁知道听到这话，老爷子就更怒了。你们几个龟孙子哦，就这么寒碜你爹的呀？就那么点彩礼能拿得出手啊？还不得被人给笑死啊？我告诉你们呢，艳梅说了，彩礼得要18.8万才行的，少1分她都不会嫁过来的。人家愿意嫁给我这个糟老头子就已经很好了，我可不能在彩礼上亏待人家，这样的事情我做不出来的。你让我这个老脸往哪放啊？什么18.8万的彩礼？老爷子，你咋不跟那个阿姨去抢的呀？人家小年轻结婚都给不了那么多的彩礼，你们这个年纪的还要那么多？这彩礼是你拿呀，还是我们拿呀？你有那么多钱吗呀？老公一通的对老爷子。确实，在听到那个阿姨要彩礼18.8万后，我们都震惊了。我当年跟老公结婚时的彩礼也才刚是8.8万而已，现在老爷子要再婚还要那么高的彩礼，确实是有点不太合适的。你们这些不孝子孙，我白养你们了。行，我不指望你们养老，我这就走。
说完，老头子就气哼哼地出去了。我追出去想拦住老爷子，却被老公给拽住了。你不用管他，让他出去溜达一会，清醒一下。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还闹性子，咱们不能惯着他。几个孩子被这阵仗都给吓哭了。没办法，我们几个女性赶紧去哄孩子。这收拾烂摊子的事就交给他们男人了。好好的年夜饭都没有吃好，只能又随便做了点饭吃了。还好家里买了很多的干果，带着孩子们一边吃一边看春晚。除了老爷子不在家，大家都其乐融融的，一直等到春晚都结束了，老爷子还不回来。给老爷子打电话也没人接，这下大家都着急了。老公，咱赶紧出去找找爸爸，他一个人不知道去了哪里。现在谁家不在家团圆啊？他一个人跑出去了，外面那么冷的，要是冻坏了就不好了。小姑子也在旁边说要出去找，不放心吧。最后把几个孩子先给哄睡后，我们换了衣服就赶紧出去找。毕竟这大冬天的，又黑又冷，老爷子的视力还不怎么好，要是掉哪个沟里了就不好了。谁知道好巧不巧，最后老爷子还真的是在一个臭水沟里被找到的，人都已经昏迷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掉进去的。就这样，大家连觉都不睡了，连夜开车带着老爷子去镇上医院抢救。好在发现的及时，老爷子没有大碍，但是得住院观察2天。就这样，好好的过年大年30被掀了桌子，初一就要在医院里度过了。老爷子醒来后看到我们还是摆着一张脸，老不乐意了。爸，你喝点粥吧，医生说你吃点清淡的。谁知道老爷子连看都不看一眼的，就躺在床上要绝食。我还吃什么吃啊？你们就让我死了算了，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连个陪着我跟我说说贴己话的人都没有啊！老了也没有人照顾，还不如就这样饿死算了呀！昨晚上你们不应该救我的，让我早点去地下找你们的妈团聚也好啊！老爷子要死要活的，跟我们多虐待他一样的。这话刺激到老公了。行，你不想吃就算了，就饿死算了。但是等你饿死后下去后，可别去找妈呀！你都想再娶个女人了，哪里还有妈的位置啊？你就联系你那个艳梅还是谁的，告诉他到时候把你葬在他家牌位上就行了。等你们都100年后，再让他的子孙把你们葬在一起，也算是你们生不能同学，死后同学了。没想到老公竟然这么会对人。平时在家里，在平时工作中，他话都不多的，也不会跟人吵架。没想到一到关键时候，嘴巴这么好使。毫不意外的，老爷子又生气了，把那碗粥直接就砸向了老公。好在老公经常健身，身手敏捷，连带着拽着我一起躲开了。你们都给我滚！我不想再看到你们了。老爷子被气的就要赶我们走，老公也在气头上，直接就头也不回的走了。没办法，我去叫了护士来收拾屋子，然后就去追了老公。我们回去后就跟小姑子他们商量了一下，这件事事关重大，现在老爷子都不听我们的劝说，我们得从长计议，商量一下要怎么劝说老爷子才行。等我们再次回到医院的时候，就看到老爷子正坐在病床上，举着手机，好像是在跟人打视频电话。就听到老爷子在撒娇：“燕梅宝贝乖，人家好想你的呀，你啥时候来看人家的呀？”一个70多岁的老头，此时跟个怀春的少年一样的害羞撒娇。我们互相对视了一眼，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我们要看看老爷子的那个再婚对象会不会来看望他，又是怎样的女人能让老爷子对他这么死心塌地的？
果不其然，半个小时之后，一个坐着轮椅的阿姨被人给推了进来。小地瓜，你怎么摔成这样了呀？我真的是好心疼哦。阿姨一进来就直奔病床上的老爷子而去，脸上也瞬间就带上了些许泪痕。老爷子看到那个阿姨来了，本来还板着一张老脸的，也立刻就阴转多云，又转晴了，顿时就喜笑颜开的。哎，燕梅，你们来了呀？你看你这也不方便的，还来看我，真是太麻烦你了呀！老爷子竟然还有丝愧疚，真是让在场的我们都大开眼界。我打量着那个阿姨，虽然说人是坐在轮椅上，但是阿姨却很是精致，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涂着个大红唇，头发也都挽在后面，比一般的城里人都要精致，身材也微胖。今天穿着一件修身的旗袍，说话干练，又会哄人高兴。没一会儿，老爷子就被逗得哈哈大笑。也是回来过年这些天第一次看到老爷子这么开心，果然是爱情的力量最伟大呀。而推着阿姨来的是一个看起来有1.8米左右的男人，看着年龄跟我老公也差不多。看到我们后，也是礼貌地跟我们打招呼，一点都不生疏，还熟练地给阿姨和老爷子削苹果，看着就跟一家人一样的其乐融融，把我们这儿女都给看得嫉妒了。哎，你们都在那站着干嘛？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即将过门的老婆燕梅，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对燕梅可要好点啊。然后又看了看那个男人，眼神温柔地继续介绍，这个是燕梅的儿子小吴，应该是比修远要大些的，以后你们都是一家人，要相互帮衬帮衬。就看到那个阿姨对着她的儿子示意了一下，然后那个儿子就从兜里掏出来了盒烟，就要给我老公递过去。来，兄弟，抽根烟，以后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不用跟我客气的。老公看着那递过来的烟盒就要发火，我连忙给推了回去。不用这么客气，我老公他不会吸烟，而且这是在病房里，有病人吸烟不好。那男人一愣，然后就麻利地收回了烟盒。哦，不好意思，我差点忘了，那以后有机会再喝2盅都行。我老公没有理他，小姑子跟姑爷也都不想搭理的样子，一时让气氛有些尴尬。你们给谁摆脸色的呀？就是这样对待你阿姨和未来兄弟的呀？我看你们一个个的都学都白上了，连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我真是白养你们了。见你们都生气，都给我滚得远远的。老爷子又开骂了，老公的脾气也上来了，不用你赶，我们都早就想走了，就你们一家子在这享天伦吧，咱这些外人就不在这碍眼了。老公拽着我和小姑子他们就往外走，都给我滚，一个个的白眼狼。我当初应该直接甩墙上，也不应该生下你们这群不孝子孙的，以后都别来了，我要跟你们断绝关系。这几句话可就真的说的有些过分了，连带着我都觉得老爷子确实有些过分了。老公回家后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出来后就在婆婆的灵位前磕了几个头，把老爷子的罪行都给告状了一遍。等说完后，就去找了姑爷，自己弄了点菜，2个人就开始喝酒，边喝边吐槽，最后一边说一边哭。这个年过得可真是太憋屈了，没办法，我还得去给老爷子送饭。但是刚到病房门口，就听到老爷子要把那个祖宅送给那个干儿子，那个干儿子还在套老爷有多少存款。意识到有问题，我立马就偷偷地录下了视频，然后佯装不知道走了进去。爸，我来给您送饭来了，应该都饿了吧？还有阿姨他们，我也多弄了点饭，你们正好一块吃了。我面带微笑地走了进去，仿佛没有看到，
也没有听到刚才他们的话。哎呦，丽云来了呀，让你送饭也太麻烦了。你来之前我就已经给你爸吃过饭了，他呀总嚷着想吃我做的饭。没办法，我刚才去了医院的厨房，跟人借了地方给他做的饭。你看他吃得多饱啊，就连最后的一点汤都喝得不剩。阿姨脸上都是骄傲的表情，而老爷子也乐呵呵地配合着阿姨。我忽又想起了一个词，舔狗。没想到这个词不仅能用在年轻人身上，用在老年人身上也都没有违和感。哼，你们还知道有我这个爸呀？连我最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哪有你阿姨这么贴心啊？反正我告诉你们呢，这个婚我是一定要结的。燕梅对我那么好，我是不会再辜负了她的。老爷子又对我教训了起来，我并没有在意。但是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个信息，在辜负，意思是老爷子以前就辜负过这个阿姨吗？再联想到刚才听到他们的话，我就觉得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果然，老爷子又扔出来了爆炸信息：你们不是嫌燕梅要的18万8的彩礼太高了吗？你们这群就知道钱的白眼狼一点都不懂事。你们阿姨怕你们负担不起，现在把彩礼都降了很多，只要8万8就行了。但是我觉得重点还在后头的。果然，老爷子继续说：我那个祖宅呀，反正燕梅都要嫁给我一起住的，登记在谁的名下也无所谓，就转给他好了。等我死后，也是对他的一点保障的。关注我，每天更新精彩故事。我心下震惊，果然跟刚才在门口听到的一样。还好刚才我进来前就已经偷偷地按下了录音键，这些话回头我就直接拿给老公他们听，也省得我再说一遍了。爸，这个不太合适吧？这个您之前不是说要留给我儿子江江的吗？这都是您亲口承诺我们的呀，怎么能就给别人了呢？我有些生气了。家里的那个老宅子，之前儿子刚3岁过生日的时候，老爷子一时高兴，就跟我们承诺说，等儿子满18岁后就要把那个房子过户给他，也算是他100年后给我们的最后一点保障了。没想到这才刚过了几年，就因为一个阿姨就要把本来给我儿子的宅子就给抢走了，那我怎么可能愿意呢？什么合适不合适的？江江还那么小，以后等他大了，你们再给他在城里买套房子就行了。你们做父母的不会给孩子买房啊，怎么就惦记上我的了呢？我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你们想霸占我的宅子的呀？得，老爷子竟然都倒打一耙了，我气得连话都不想说了。哎呀，小地瓜，你不要生气嘛，医生都说了，你不能生气的，生气对身体不好，也不利于你身体恢复。你可要尽快好起来，我们才能尽早的结婚啊！你就看在我的份上，别生气了呀。阿姨对着老爷子撒娇，看得我一阵的恶心。但是老爷子还就吃那一套，果然就不生气了。行了，我们也该走了，你就在这好好休息吧。等明天我们娘俩再来看你。然后又对着我吩咐：儿媳妇啊，你可要好好的照顾她呀，可别再惹她生气了。钱哪有身体重要啊？要是再惹她生气，弄坏了身体，虽然说你是我未来的儿媳妇，但是我也不会愿意你的呀。瞧，这人都还没有嫁进来呢，就已经摆上婆婆的架子了。他们临走前，我才注意到那个儿子手里一直拿着公公的手机，我觉得有问题。在他们走后，我赶忙把公公的手机给拿过来，打开一看，果然跟我想的一样，公公手机里微信上的钱已经有大部分转账给了那个阿姨的微信和那个儿子的微信了。爸，你怎么把钱都转给他们了呀？你们还没有结婚呢呀？你就那么信任他们的呀？我有些无语。老爷子再怎么恋爱脑，也都一把年纪的人了，
也不至于把几乎所有的钱都转给对方，还要把自己的唯一的祖宅也要过户给对方吧？这个也太不正常了。我赶紧给老公他们打电话，是小姑子接的。老公和姑爷都喝醉了，我给小姑子一下子也解释不清楚，就说大事不好了，让他们赶紧过来。半个小时后，小姑子开车带着老公他们来了。一进门，老公还有些晕乎乎的，也不情愿。我把手机里的录音拿出来播放给他们听，他们立马就都醒神了。儿媳妇，你还咋给我录音了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老爷子因为我的录音就不乐意了，但是我老公更生气，差点就摔了我的手机，被我眼疾手快的给抢了回来。他没有地方发气，直接就一拳打在了墙上。老公，你这是在干嘛？疼不疼？我心疼的去看老公，却被他给一把扯开，就走到老爷子的病床前，气势汹汹的把老爷子都给吓着了。怎地？你想打我不成？我可是你的亲爹，你敢打我就是大不敬，是不孝。你敢打我试试？这个时候，老爷子虽然也有些害怕，但是嘴还是很硬，既怂又不愿意低头。我在旁边拉着老公，让他不要冲动做傻事，那是咱爸，可不能动手打。老公看了我一眼，又看了老爷子一眼，手都攥成了拳头，浑身都在颤抖。行，是我不孝，是我没用，你房子和钱都要给别人了，我这个当儿子的还有什么用啊？老公竟然左右开弓，用力地扇自己的巴掌，一边扇一边哭着说自己没用。我想拉都拉不动他，小姑子也着急哭了，也过来拦着老公，让他不要再打自己了。几个巴掌下去，老公的脸都红肿了起来，可见是对自己也没有心软，是真的被伤到心了。老爷子也有些懵了，没有想到老公会自己打自己，也有些看不下去。行了，别打了，那么大的人了，在我这演什么呀？你们就是这样，那房子我也该给谁就给谁的，你们做不了我的主的，那是我欠他们娘俩的，我必须要补偿他们，这个谁劝我都不行。这话一出，我们就知道这里面确实是有问题了。爸，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你欠他们娘俩的？那个阿姨，你们是不是早就认识了呀？那当然了呀，比你们认识都早的。我们面面相觑，都想到了什么，但是也不能确定，只能老爷子自己说出来才行。爸，你跟那个阿姨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赶紧跟我们说说，你不跟我们说清楚，我们怎么答应你们结婚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当然要问清楚的好的。我劝着老爷子，今天的话必须要说清楚了，要不然这是没完了的。最终老爷子撑不住交代了全部。原来那个阿姨是老爷子以前的初恋，当时他们你侬我侬的，但是因为当年的他们的双方父母都不同意，所以最后他们没有在一起。于是那个阿姨就一气之下远嫁到了外地。只不过吧，当时他们分开的时候，那个阿姨就已经怀孕了，还有些显怀了，所以就是说当年阿姨就怀了公公的孩子，貌似跟着阿姨来的那个儿子就是公公的儿子。如今阿姨的那个老公已经去世了，阿姨也有些腿脚不好使了，所以就来投奔了公公，想跟公公一家团聚。公公也是因为当年的事情愧疚，觉得对不起阿姨和那个孩子，让自己的孩子叫了别人爹那么多年的，自己也没有照顾过他们娘俩，所以现在就想补偿他们，这才想把那个祖宅还有他的一些存款都给他们娘俩了。听完后我们都傻眼了，竟然冒出来个跟我们争家产的娘俩，这可不是挑战我们的底线了吗呀？本来以为是老爷子找个老伴来陪他过晚年的，没想到竟然是来抢夺他的家产的。虽然也没有什么好抢的，就一个祖宅，
还有老爷子的一些存款，我们也不想惦记着，但是也不能让突然冒出来的娘俩给抢了呀。更何况那个孩子是不是老爷子的亲生儿子，在没有做亲子鉴定之前，我们还是存疑的，折腾的我们一夜没睡。快天亮的时候，我们才回去睡觉，准备白天再来商量要怎么办。可是等我们第二天睡醒过来后，就看到那对娘俩又来了。知道他们的身份和目的后，我们就没有昨天那么客气了，反倒是阿姨看到我们，就跟他们是主人，我们是客人一样的招呼我们：“你们都来了呀？你说你们呢？这都几点了才来照顾你们爹？他刚才想喝水都没有人给他倒，你们就是这样照顾他的呀？”一副婆婆的架势，开始教训我们了。然后话锋又一转，开始谈钱的事了。想必我们的身份，你们爹都跟你们说过了是吧？既然你们都知道了，我们也就敞开天窗说亮话了。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的。我和你们爹这个婚是必须要结的，以后我就会住在那个老宅子里。50多年前我就该嫁过去的。房子也应该有我的一半的，这是不争的事实的。你们呢？要是不想照顾我们，以后过年也可以不用回来的，只要每个月给我们打钱就好了。上次跟你们爹说让儿媳妇照顾我的事，我也想了，你们在外地上班也不方便的，为了你们着想，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让你们出钱给我和你们爹请个保姆照顾我们就行了。你们也不用回来专门照顾我们的，只要钱到位了，你们该忙你们的就行了，我们也不会麻烦你们的。年轻人嘛，赚钱最重要，只要你们赚钱后准时给我们养老就行了，其他的我跟你们爹是不会怪你们的。一番话下来，我看到小姑子气得浑身发抖，她这么一个脾气好的人都被气成这样了，更别说我那脾气有些暴躁的老公了。这位大妈，你是在做什么美梦吗？说出来的话一个比一个异想天开啊！怎么，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让你如此狮子大开口，还是你大白天做白日梦啊？说的都是什么糊涂话？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就直说了。你要想嫁给我爸也行，毕竟你们是初恋嘛，也算是旧相识。但是那彩礼是不可能的，还有我爸的祖宅更是不可能过户给你。我劝你还是趁早死了这个心，有我在的一天，你就别想得逞。老公掷地有声地拒绝他们无理的要求。我在心里默默地给老公竖起了点赞的大拇指，老公真棒，真是帅！小地瓜，你看你的儿子竟然这样对我，也太不尊重我这个阿姨了吧，人家好伤心啊。那个阿姨扑到老爷子的身上，就开始演起戏来。嘿，兄弟，都是一个爹的，你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不知道尊老爱幼吗？怎么能这么说我妈呢？还真是没妈的孩子，一点教养都没有。那个阿姨的儿子小吴来挤兑我老公，前面的话就罢了，竟然还来挑衅老公没妈。我那死去的婆婆听了都要被气得爬出来找她算账了。你说谁没妈呢？就你有妈是吧？就你牛是吧？我老公也被惹怒了，上前就拽起那个男人想揍他。你有妈就了不起了呀？我至少知道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你这个私生子到底是谁的种都不知道，谁知道你是不是我爹的种？要是不是，你在我这里横什么呀？赶紧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果然，骂人的最高境界是牵扯到他的身世，就看到那个男的脸顿时就难看了。你行，你有种！那男人指着我老公，气势汹汹的：妈，我们走，这样的家庭我们不来也罢，谁稀罕他们那点钱啊？都说血浓于水，我看啊，在利益面前屁都不是。走，追你的人那么多，咱多挑挑，哪个不比他们家有钱啊？我就当不知道
亲爹是谁？找个干爹都比他们要有钱。说罢就推着那个阿姨走了。那个阿姨走之前还恋恋不舍地看向老爷子。老爷子想起身追，却被老公给拦住了，让他们走。看着人都没影后，老爷子就怒了，开骂我老公：“你个不孝子，是想把我气死你才高兴是吧？你们不想我过得幸福是吧？那行，你们也别想好过。我明天就把房子过户给燕梅，把我的剩下的一点存款也都给我那个儿子。你们这些儿女，我算是看透了，眼里就只有钱，根本就不管我这个父亲的幸福。行，那你们就一分钱都别想要，我要全都给他们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过，你们该去哪里去哪里，就当没有我这个爹，我也当没有你们这些儿女。”老爷子气哼哼的，两个父子俩谁都不让谁。爸，您先消消气，咱有话好好说，都是可以好商量的。您现在在气头上，可千万不要做什么决定，要不然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样，我们几个出去商量一下，大家都先心平气和的冷静下来。您放心，事情都是可以变通的。就这样，我赶紧叫上老公和小姑子，他们出去了。最终，我们商量出来了一个最终的结果：老爷子要再婚可以，但是必须得先做个亲子鉴定，确定了那个儿子是老爷子的亲生儿子才行。要不然，不清不楚的人真的进了我们老赵家的门，还是奔着爸那点财产来的，以后还不得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啊！回去后就跟老爷子说了，起初老爷子还不乐意，不答应做亲子鉴定。你们说商量了就是这个破结果呀！你们这是在侮辱我，更是在侮辱燕梅。当初我们分开的时候，她就怀了我的娃了，怎么可能不是我的？我看你们就是想故意刁难他们娘俩的，就是看不得他们好，就是怕他们跟你们分家产的是吧？嘿，没想到没上过几天学的老爷子，现在为了他的初恋和存疑的孩子，竟然能够快出口成章了，还真是爱情出奇迹呀！可拉倒吧你，就你那点家产，我还真看不上。要不是怕你晚年不保，最后人财两空的，我才懒得跟你扯那么多呢。这回来过年，人家家家户户的都喜气洋洋的，你看咱家这像什么样啊？就为了个女人，把我们家搞得鸡犬不宁的，还像个家嘛呀！我老公深呼吸一口气，不让眼泪流下来。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事，能让男人流泪的事是该多伤心啊！老公1年都没有见他哭过一次，这一回家就哭了2次了，可见真是被家里的事伤到了。老爷子看到这样，也有些态度软了下来。反正今天我这话就放着了，你要是想再婚的话，我们就只有这点要求，就是你们必须先把亲子鉴定做了，确定了是我们赵家人，才能让他们娘俩进门，要不然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老公的态度很坚决，丝毫不退让。老爷子被气得唉声叹气的：“爸，你就听我们的劝吧，这也是为了你好的。你以后要跟那个阿姨一起生活，你们做了亲子鉴定，我们也放心把你交给他们照顾啊。要不然我们真的不放心啊，就是妈在地下有灵，也不放心你啊。你就听我们这次吧，我们做你儿女的还会害你不成？你放心，就这一次，只要确定是我们一家人，以后你们要做什么，我们都不会干涉你们的。”小姑子也帮着苦口婆心地劝老爷子，最终老爷子思考再三后同意了做亲子鉴定。然后我们让他立刻就给那个阿姨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件事。没想到阿姨那边听到这个后，也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并约好了明天就去做。老爷子挂上电话后，就一脸的得意，看看吧，燕梅他们答应的多麻溜啊！如果那孩子不是我的种，
怎么会这么爽快就答应做那个什么鉴定啊？你们呢，就是浪费钱，还破坏了我跟他们娘俩的感情，连带着你们这些兄弟姐妹的关系都搞僵了。看你们以后要怎么办？我告诉你们呢，要是结果出来小吴就是我的儿子，你们可得给他们娘俩道歉，好好补偿他们呢。老爷子还是想着那娘俩，老公他们虽然脸色不太好，但是总归是劝动老爷子了，等结果出来再说也不急。第二天早早的，我们就带着老爷子去了亲子鉴定中心。那对母子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稳得很，也让我们多少有些担心。莫不是那个男人真是老爷子当时的种啊？因为做了加急，所以当天下午就出来了结果。老公拿到结果后，并没有着急打开，而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慢慢的打开，缓缓地拿出来里面的鉴定结果。众人都一脸的期待。但是随着鉴定报告的一点点暴露出来，整个房间都安静了下来，静到都可以听到了彼此的呼吸声。不可能吧？这报告一定是弄错了，我看看是不是你们拿错了呀？那个小吴一把就把鉴定报告给抢了过去，从头到尾仔细看每一个字。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报告里写着他们的 DNA 结果并不匹配，也就意味着他跟我公公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不是公公的儿子。我们饶有意味地看着他们母子，还在盯着那个报告，但是那个报告就是再盯出个花来，结果都不可能改变的。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事实的，这不可能吧？你们是不是怕我儿子跟你们抢家产，故意找人给弄了个假的来骗我们娘俩的吧？阿姨就不愿意了，非说是我们搞的鬼，找人做的手脚。对，你们是不是专门针对你阿姨的呀？小吴不可能不是我儿子啊。燕梅，我们当时分开的时候，你确实是怀着我的孩子的，当时你都显怀了，不可能没有怀孕的呀。你除了跟我，也不可能有跟过其他男人啊。老爷子有些着急地问那个阿姨，但是明显的看着阿姨的眼神就有些躲闪，丝毫是在隐瞒着什么。那个阿姨开始支支吾吾了。哎呀，妈，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支支吾吾的？人家都算计到咱们的头上了，你再不澄清的话，我们的脸往哪搁呀？你就赶紧把当时的情况说出来，打他们的脸，让他们死了算计我们这条心。小吴同志说的正气凛然的，搞得好像我们是坏人，就他们是正人君子一样。是啊，燕梅，你赶紧说呀，我都快要急死了。老爷子在一旁眼巴巴的等着，简直就是万分着急。那个，我寻思着不能啊，我当时算着时间应该就是你的呀，难道是胡老三的吗？阿姨有些怯懦地解释着，但是话刚落地，老爷子就炸毛了。啥？是胡老三的？你们当时就背着我好上了，给我戴了绿帽了呀？他那孙子可是我当时的发小啊，竟然连你都惦记上了呀！老爷子被气得直跳脚了。瞧你说的，我跟他可是两情相悦的，哪有你说的那么难听啊？谁知道同个时候竟然不是你的，我还一直以为就是你的呢。这样吧，就让我儿子认你当干爹，也都一样的，有没有血缘关系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你对我好就行了，我不在乎你们有没有父子关系的。阿姨还想试图蒙混过关，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是我在乎啊，我有儿子有女儿，难道还要给别人养儿子啊？就是我答应，我儿子女儿也不答应啊。对，我们都不答应，坚决不同意。阿姨，你还是带着你儿子赶紧去找孩子的父亲吧，您跟老爷子的婚事就当没有这回事吧。祝您早日找到幸福啊！我开始赶人了，小地瓜，你忍心就这样赶我走啊？那个胡老三早死了，你让我们上哪去找他呀？
阿姨想上前跟公公撒娇，但是被公公给躲过了，别过去了脸，气哼哼的。阿姨，你们还是先回去吧，我们家被你们搞得这个年都没有过好，我们就不跟你们计较了。希望你们以后都不要再来打扰老爷子了，他身体不好，不能再被气到了的。最后那个小吴实在是没有脸在这里待下去了，推着阿姨就闪人了。老爷子被气的又在医院里住了一天，等回家后又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天，连饭都没吃几口。后面那个阿姨还来找过公公，但是都被公公拒绝了。公公已经是铁了心不再跟他们有什么牵扯了。在假期的最后一天，老爷子一大早就起床去买了很多的菜，就开始忙活饭菜。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终于整整齐齐地围在一起吃了顿团圆饭。饭桌上，老爷子主动跟我们道歉，还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找老伴再婚了，这老宅也会给我儿子留着。之前转给那个假儿子的钱也都被老公给要了回来，本来那个假儿子不想还的，老公一吓唬他这是诈骗要去报警，那人就麻利的把钱给退还了回来。还好老爷子虽然是心里受了点伤，但是好在没有什么金钱损失，也算是得了个教训吧。初九我们都返程了，老爷子送我们到村里，给我们挥手再见，一脸的不舍。虽然这个春节过得有些荒诞，但是好在最终结果是好的，这个家没有散。之后我们也会经常回来看望老爷子，让他不那么孤单。老爷子在村里也跟着其他大爷们一起下棋、钓鱼的，忙得不亦乐乎，心态也越来越好了。这件事也算是好事一件，让他认清了些是何人，我们的这个家也更团结和谐。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